宝贝大交换。艾米盯着商店的橱窗，就是它，现在最好玩的电子游戏——太空恐龙骑士。他叹了口气，总幻想着得到它也没有用。这款游戏在所有商店都卖光了，就算没有卖光，他也买不起。艾米，怎么了？马特正巧路过。没什么。艾米嘴上说着，仍然恋恋不舍地盯着橱窗上的海报。我有2张这个游戏卡，过生日的时候，奶奶和外婆都给我买了。马特说。真的吗？艾米忍不住尖叫起来。真的，马特回答。我正打算退掉1张呢，不过如果你想要，我可以转卖给你，价格还有优惠哦。太好啦！艾米一口答应。回到家里，艾米立刻把小猪存钱罐里的钱都倒了出来，挨个数着：1、2、3、50、51、52。哇，你有52块钱！弟弟本拄着拐杖走进来。是52角钱。艾米唉声叹气，看来我永远也攒不够钱去买太空恐龙骑士了。真可怜啊，本说。好啦，妈妈喊我们下楼看电视，财商小达人快开始啦。艾米撇了撇嘴，又是教育节目，她嘟囔着说，但还是跟着本一起下楼啦。如果换个主持人，财商小达人应该会好看点儿。艾米想，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是鲍勃先生，他那世界第一催眠的声音，每次都听得他直打瞌睡。现在，艾米的眼皮儿又开始打架了。电视机里，鲍勃先生还在说个不停。下个环节，没有钱没关系。艾米的眼睛立刻睁开了。鲍勃先生继续说，人们在钱出现之前都是怎么买东西的呢？财商小达人带你去发现。调大声点儿！艾米叫起来。鲍勃先生的声音突然放大了。在货币流通之前，各地的人们通过物物交换的方法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屏幕上出现了一张图片。糕点师可能会用1袋面粉去换1双靴子。鲍勃先生解说道。鲍勃先生继续举例，一个木匠也许会帮别人修马车，以此换取1头肥猪。物物交换的方式虽然并不完美，但也能满足人们的大部分需求，因此延续了数千年。有啦！艾米跳下沙发，我可以用自己的东西和马特换游戏卡。她兴奋地冲回自己的房间，拿什么换呢？她翻出来一本旧词典，一个更旧的地球仪和一只9成新的乒乓球拍。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地塞进书包，然后骑上自行车直奔马特家。我可以跟你换游戏卡，马特说，但是用这些东西可不行。艾米有点失望，但她也知道这些旧东西确实不太吸引人。不过她很快就有了新点子，拿这些去换合适的东西，然后继续换下去，直到有了让马特想要的东西。艾米很快就掌握了物物交换的诀窍，要找到真正需要这些东西的人。如果你把这个地球仪拆成2半，花园里就能添个小鸟戏水盆了。他告诉布朗太太。好主意，布朗太太说，我用1只乒乓球拍跟你换好不好？成交。现在加上先前带的那只球拍，
艾米有一副乒乓球拍了。他用这副球拍和克洛特家的双胞胎换了一双旧溜冰鞋。他们俩早就想在家里添一张乒乓球台了。这个乒乓球也送给你们啦，艾米说。接着，他穿过街道，来到了曼德斯爷爷家。曼德斯爷爷用不着溜冰鞋，不过他想要那本旧词典。我正想要本词典，他说，我用那个网兜和你换吧。物物交换并不总是那么容易，扛着一堆东西到处走，实在是又累又麻烦。哎呀，小心头！有时，艾米的东西无人问津，但有时，艾米的东西又十分抢手。谁要这一大盒泡泡糖？可以吹一整个夏天的泡泡哟！一阵忙活之后，艾米换到了不少好东西，但她仍不确定这些东西能不能让马特点头。你觉得呢？他问本。本皱了皱眉头。你得找个真正适合的东西和他换。等一下，我有。说完，他就一瘸一拐地离开了。本很快回来了。你的风火轮滑板？艾米倒吸一口气。你真的要给我？就是他害我摔伤腿的，我可不想要它了。本斩钉截铁地说。那你要和我换什么呢？艾米问。我的遥控车？要不再加点别的吧。本犹豫了一下。你还记得财商小达人里怎么说的吗？除了物品，人们还可以拿服务来交换。我想拜托你帮我一个小忙。真不敢相信我居然在干这个。艾米边帮本挠臭脚边嘟囔着。但这样做非常值得，因为本的风火轮滑板肯定可以打动马特。不用等到明天，他就能玩上太空恐龙骑士啦。帅呆了！马特一看到滑板就止不住的赞叹，他毫不犹豫地把游戏卡给了艾米。玩的时候小心点呀，艾米提醒。你知道本是怎么摔跤的吧？知道啦，马特回答。艾米美滋滋地看着自己的游戏卡，爱不释手。现在他再也不用和别人换来换去了，可以在暑假剩下的日子里玩个痛快。和艾米期待的一样，这个游戏可有意思了。他玩了一遍又一遍，怎么也玩不够。但偶尔，艾米还是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自己是不是还在回味那些物物交换的经历呢？毕竟，在街头巷尾到处找人交换东西也挺有趣。但现在没有必要再想这些了，他已经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。这天，艾米不知不觉又逛到那家商店，发现橱窗上贴出了新海报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嗨，艾米，好巧啊！马特在艾米身后叫住了他。你猜猜，奶奶和外婆又给我买了什么？艾米笑了。呵呵，我肯定能找到新的好东西和你换。换东西啦！大家有什么要和我换的？排好队，一个个来吧。艾米又精神抖擞地重新开启了她的小事业。